朱迪·海文利呢是一位通灵预言家，其准确率呢高达90%。他在2022年呢预言中了2个国家之间的冲突，也预言中了英国总理呢苏纳克成为首相，马克龙呢再次当选了法国总统，以及菲律宾呢邦邦当选了总统，还有韩国的尹锡悦呢也当选了总统，诸如此类啊。因为他的大多数预言呢都是针对世界各国的，因此一些人怀疑他呀有可能仅仅是一个新世界秩序的发言人呢。他是用预言的方法呢来传播一个预先设定好的计划而已。世界真的是被预先设计好的吗？最近呢，朱迪·海文利呢又发布了他对于2023年的世界未来预测。他对疫情、能源、科技、天灾、粮食安全、局势等给出了5大预言。让我们进入今天朱迪·海文利的故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朱迪·海文利呢是出生在南非的那片充满魔法和神秘的土地之上。在他15岁那年呢，父亲是从事殡葬行业，而父亲经常鼓励他呀闭上眼睛，进入到逝者的世界当中，所以他常常闭上眼睛呢，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真的就感受到了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信息。他可以通过传递信息去安慰那些刚刚失去亲人的人。就这样呢，朱迪知道了如何与幻象界的生命接触沟通，因此呢，称他为通灵预言家。关于2023年呢，朱迪给出了5大预言。第一就是疫情，这个呢也是很多人最关心的一个东西。在他的预测当中表示呢，新冠疫情呢在2023年并不会消失，它将会持续影响着人们。随着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即将结束的到来呢，世界各地呢仍然需保持警惕，因为在2023年新冠会出现一种新的变种，而病毒药物对它有可能不起作用，会出现另外一种疫苗加强针呢来对抗这些新的变种病毒。他说2023年美国会产生一种新的疫苗呢，专门是用来对抗国际冲突下有可能造成的核辐射的专制疫苗。那么对于反对疫苗的人来说呢，可能会产生联想他们会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预测，而是一种预告。那第二点呢，朱迪·海文利又说到了能源危机他说在2023年的能源危机将会进一步的加剧，比如说石油、天然气、电能等等都会价格飙升，这也会进一步的促使通货膨胀。对于石油的控制呢，世界大部分地区将陷入衰退。对于欧洲人来说呢，这将是一个艰难的冬天。波兰呢将会建造其首座核电站，德国关闭了最后一个核反应堆。那么在2023年，印度将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经济呢将表现良好，国内的资本呢支出强劲。印度尼西亚呢不再向新加坡出口天然气了，新加坡将会制造自己的跑车，并且重新开放艺术博物馆。那么朱迪还说到了多家技术公司将会在2023年推出虚拟增强现实耳机，他并没有指名道姓说是哪几家，其实不用搜索，大概我们也能够猜出是哪几家，就是 Google、苹果和 Meta 这3家呢对 AR 技术有着无比的执念。而 Meta 2的那个 AR 耳机呢已经在亚马逊上架了，苹果的 AR 耳机呢也即将问世。Google 其实早在10年前就已经部署了 AR 业务，并且在期间推出过多款的 AR 眼镜。而近些年呢，大家都在批判苹果，但是国内的手机厂商呢，仍然跟随着苹果取消了耳机孔。所以这就是大家所说的嘛，在一片对苹果的骂声中呢，大家都终于变成了它的模样。这次的 AR 耳机呢，号称是10年后取代手机的真穿戴式的交互系统，将我们传统的口耳的语言交互升级为了眼、口、耳全感官交互。就像我们在科幻片中所看到的那样，只需要耳朵上戴一个耳机呢，你就可以拥有呢手机上的大部分功能。在2023年呢，乘坐出租车去机场呢，可能会被电动空中出租车取代。电动空中出租车呢，有像飞机一样的机翼，航空公司呢使用这种方式在拥挤的城市地区运送乘客呢往返机场。这样呢，未来我们赶飞机将不会再迟到。电动空中出租车呢，将在2024年进入市场，包括美国、巴西、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该项技术的展示。那么美国垂直航天公司声明呢，当前他们的电动空中出租车呢，预订量已经达到了1350架，其价值高达54亿美元。而在2023年的人工智能接管了许多的工作，影响着社会。不过机器人送货呢将大放异彩，医院将会在城市中使用更多的无人机，更快地将医疗的样本送至实验室。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Rapper-like 呢将像 TikTok 一样呢受到更多孤独年轻人的欢迎。因为 Rapper-like 呢在形象上过于卡通化呢，目前无法形成真实的共情感。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面部识别系统的结合呢，或许能够实现将一类已故亲人或者是朋友实现虚拟重生的一种新 APP。
这样沟通起来呢，就更加有真实的情感和交互嘛，同时还能够缅怀我们自己的亲人，至少在我们生活中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寻得一丝的安慰嘛。那么2023年呢，欧洲航天局制作了一个小行星系统，在威胁性的小行星登陆地球之前呢，会对其进行探测。在2023年呢，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呢将会让一辆月球车降落在月球上寻找水源，随后呢将在未来的月球之中开采这些水来制造火箭燃料。这是 NASA 宣布的一项名为挥发物极地探索漫游者的任务。究其原因呢，就是因为中国在2020年的12月从月球上取回了2kg的土壤，随后呢在其中发现了太阳风成因的水。因此呢 NASA 随后就提出了上述的月球车找水计划，也算是科技领域的良性竞争。那么日本的宇宙航空厅呢，会在2023年发射第一颗木质的卫星。开发团队呢将利用木材的低成本和空间开发中的环境友好性呢，来发射人类的第一颗木质卫星。而在2023年呢，无车城市将会在美国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出来，道路上汽车更少，自行车和行人的空间将会更大。新城市呢将会为没有汽车的人而设计，这会带来更多的步行和交通。而目前我国的城市无车日呢略显激著，所以城市等级之间的差别还较大，明显呢不适合开展无车城市工程，或者可能会在小部分的社区或城市的中心呢开展试点工作。而2023年加密货币呢将会制定新的规则，英国将会在2023年实施新规则。美国国税局呢将会调查数字货币，并将审计重点放在大公司上。而2023年数字美元呢正在进行试点。英国的新首相苏纳克因为其自身的背景而赢得了货币市场的信心，他将享有很高的支持率。在经济急剧放缓的情况下呢，他专注于团结、整顿公共财政，提出新能源基础建设的计划，并为新的核电站选址。他将对欧盟采取更和解的方式，并尝试恢复各方的关系。而第三点呢，天灾。在2023年，日本、夏威夷、新西兰、洛杉矶、旧金山、台湾等都会发生6.5级左右的大地震，包括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而2023年的冬季印度尼西亚、印度、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日本会发生大洪水，而造成巨大损失。飓风呢会对佛州、新奥尔良的部分地区造成严重的破坏，引发风暴，并且在加利福尼亚、加拿大、澳大利亚引发野火。美国电网呢会在2023年可能会面临更大的问题。纽约、芝加哥呢会停电，加州呢将会遭受更多的干旱，以及干旱天气所引发的火灾、缺水。第四点呢，朱棣海文令呢说到了粮食危机。2023年的粮食短缺问题呢，他说会更加严重，粮食的价格会高涨，很多贫困地区会发生饥荒，就算是发达地区呢也会受到影响，出现新鲜食品短缺的问题。因为世界各地的粮食价格高，不仅是因为战争，而是干旱呢对农作物和缺水呢起着重要的作用。世界各地呢会出现袭击，目标呢是伦敦、埃及、法国、纽约、德国以及美国的礼拜场所，还有一些购物中心、主题公园。一家航空公司呢可能会被劫持海地呢会爆发内战，欧洲的邮轮会起火，法国的内乱程度会不断的上升，以色列呢可能会发动战争，攻击一个大型的核电站。而一位世界级的领导人有可能会遭到暗杀。那这个事件就刻意做了模糊化，可能会造成的影响会高于安倍。他还说到在2023年将会悲剧的告别女演员简·方达、芭芭拉·沃尔特斯、吉米·卡特、教皇本笃15世、托尼·贝内特和一位外国领导人。他还说到克罗地亚会采用欧元作为其最新的货币了。纽约、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的许多知名品牌商店因高犯罪率而关闭。法国的马克龙将看到，由于当前的高生活成本和全球的警告，法国的内乱水平会不断的上升。第5点预言，朱棣海文令说到了世界局势。他说，因为生活成本的持续上涨像是美国、英国等地区都会发生游行，以表示不满嘛。而拜登会出现健康问题，副总统哈里斯将会在必要的时候介入履行职责。而米歇尔·奥巴马将会被视为民主党2024年入主白宫的总统候选人。如果是拜登下台呢，美国政府可能会寻求具有军事背景的新的副总统。川普总统2024年入主白宫之路将会受到佛州州长、弗吉尼亚州州长等一些人的挑战，他们将会为共和党和现在美国所代表的理念提供一个更好的版本。美国可能会很快的修改计算总统选举人票的这种法律。而美国政府将会鼓励墨西哥政府加强墨西哥危地马拉一侧墨西哥边境，来阻止一些移民的流动。
这意思就是说啊，向南美洲的其他国家表示移民发出不要来的信息嘛。而海文利说，2023年由于美联储持续的提高利率来对抗通货膨胀呢，美国的经济将放缓。反过来呢，这又会拖累房地产市场，并导致失业率升高。不过，即使美国出现经济衰退呢，也将是温和的，这可能会发生在2023年的中后期。而2023年的下半年呢，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将会有所缓解，到年底呢，美国将会慢慢的恢复正常。而亚马逊呢，将在美国推出自己的连锁电影院工作室，亚马逊的股票有望在2023年呢回升50%。而美联储大幅加息将会强化美元的价值，股市呢可能会在3、4月份复苏，但是如果经济不回暖呢，还是会再次下跌的。美国邮局将会在2023年呢给员工加薪，洛杉矶呢出现无家可归者的和住房紧缺的状态，所以加州将会开始向富人征税，以抵消该州制造电动车的成本。2023年底呢，加州因为技术硬件、媒体、软件、旅游业呢和低失业率以及农业而成为超越德国的世界第4大最富有经济体。而通货膨胀的上升和美联储加息的紧缩政策呢，将会对日元造成很大的压力。日本呢想通过通货膨胀来避免衰退，但是出口疲软将会带来伤害，所以海湾国家和沙特阿拉伯国家的经济体依然强劲。在2024年呢，南非会选出新的总统，全国联合党呢可能会赢得新西兰的大选，而西班牙的阿尔贝托·努梅茨·费约会赢得他国家的总统选举。教皇弗朗西斯呢将在意大利辞职，因为年老和健康的问题呢，他们将会选出新的教皇，而这将是梵蒂冈史上的第一位黑人教皇。在英国方面呢，查尔斯王将会提前退休，在2023年，并交由威廉王子和凯瑟琳王妃呢共同执政。他们俩相互支持所以苏格兰将会从英国获得独立，爱尔兰呢会加入欧盟。因为自从英国脱欧以来呢，苏格兰就一直闹着要独立，而在历史上呢，苏格兰和英格兰本来就是2个国家，而且还积累了血海深仇。即便是如今你去问苏格兰的人呢，最讨厌谁，他一定会说英格兰。如果你错把一个苏格兰人认成英格兰人呢，苏格兰人会找你拼命的。过去之所以能够组合成一个国家呢，主要是英格兰比较富裕，而苏格兰比较穷嘛，所以才会合并成一个国家。那如今呢，英国的经济又下行了，又脱欧成功，所以苏格兰人呢就不愿意了。他们想要独立之后呢，重新加入欧盟，所以一旦举行了独立公投呢，苏格兰人肯定会脱离英国而独立的。那么2023年呢，对所有人来说呢，都是一种精神上的强大。他们在世界的危机和社会的动乱中面临着一个新的世界。对有些人而言呢，这一年更让人感到乐观，因为他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安全、更美好。而有些人呢，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的人生当中将会充满挑战，但是他们呢，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仰，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只有如此呢，人们才会重新找回信心重新鼓起勇气，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当然了，朱迪·海文利的预言有可能是他根据世界形势的大数据呢得出的一种推测，亦或是他的一种幻象、想象而已。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别忘了宇哥与小唐的视频是每3天更新一期哦。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与小唐的频道哦，拜拜，拜拜。